从来没见过运气这么好的男人。当约翰带着贝拉即将走出北部森林的时候，此时的他好像看到了一个让他惊喜无比的东西。慢慢走近看清之后，他竟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木头小屋。看周围积雪的程度，约翰认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附近也没有清晰的脚印。经过认真的思考过后，他准备先进屋查看里面是什么情况。我的天啊，这简直是太完美了！约翰做梦也没想到，在即将结束穿越前，还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小屋。最重要的是，屋内的设施还非常齐全。看贝拉也能这么开心，约翰当即决定就在这里体验一场在冰天雪地中住在温暖小木屋里的顶级露营体验。他现在要准备点燃壁炉的柴火，如果壁炉点燃后屋内非常温暖，今夜他和贝拉就在这里住下。此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今天还能达到20度，就在评论区吱一声，让北方的小伙伴们看看哪里还能这么冷。壁炉点燃之后，等待屋内升温的同时，他担心门口积雪太多可能会滑倒，于是他开始清理门口的积雪。此时的天空开始飘落着雪花，约翰的内心非常兴奋，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不过为了屋内能一直持续的升温，他还需要准备出更多的柴火。进屋之后，他看到了床上的保暖被褥需要重新打理，于是他先将床上的被子和褥子拿到了外面进行深度的清理。接下来，他用一把柏树叶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扫把，将屋内的床铺清理干净。紧接着，他将刚才打理好的褥子又铺在了上面。当贝拉爬上床的时候，就能说明这里已经很干净了。最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他自己和贝拉的睡袋铺在床上，这感觉简直太舒服了吧！能在北部森林睡上这么舒服的床，估计约翰也是第一人了。接下来，他将桌子收拾出来之后，就要开始准备今夜的晚餐了。此时，外面冰天雪地，而小木屋内的壁炉在持续的给约翰提供温暖。躺在睡袋里的贝拉做梦都想不到，他竟然还能体验这么幸福的露营生活。今夜的晚餐是洋葱和肉肠。长期在野外生活的约翰总会带足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放在背包里。食材准备好之后，再放入2块黄油，就可以直接架在火炉上。当锅内的温度在上升，热油也开始把纯肉的香肠炸至滋滋作响。当肉肠的油脂也被煎出来之后，洋葱的香味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了肉肠里。此时的空气中都飘散着浓厚的肉香味。他先将带有食物的锅拿到了桌子上。当他品尝到第一口食物的时候，我的天啊，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晚饭之后，他拿出来了一个本子，里面还有一头他还未画完的黑熊。这个本子是约翰明天要送给他女儿的生日礼物。画好之后，他合上了本子。此时屋内的温度非常舒适，虽然外面的温度很低，但是这个安全的小屋能给约翰提供温暖的同时，也可以让他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半夜时，红外摄像头竟然记录下了一位路过的客人经过了这里。